可以在平流层发射的 Talo-A 高超音速飞机，现在它来了。10月28日的时候，全球最大双体飞机 ROC 带着 Talo-A 系列的原型机 TA-0 升空了，在加州的莫哈维沙漠进行同温层发射测试，在7000米的高度飞行了5个小时，没啥意外发生，证实 ROC 确实可以携带高超音速飞行器飞行。下一步就是投放 TA-0 或者卫星到近地轨道，实现携带最多3枚飞马座运载火箭在高空中发射的任务。只能说这个载机大平台真不错，有了这台6台引擎的军械巨鸟，有事没事上去走一圈，扔个那个啥的方便多了。从表面上看，它的商业价值很大，对于有卫星发射需要的小国或者商业机构来说，他们能够用更少的钱来做到以前依靠国营公司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它在军事上有没有前途？比如 ROC 带个雷达当一个空中雷达基站。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 Talo-A 与 ROC。平流层发射公司最初的计划是让 ROC 航母搭载运载火箭进入平流层，然后这些飞行器将启动火箭引擎，携带有效气载荷进入近地轨道。其中 ROC 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大小是波音747的3倍。它跟乌克兰原来拥有的安225一样，都是用来携带航天器的。但安225只是暴风雪号用来转场的，而 ROC 则是为了减少火箭发射的成本。传统运载火箭从地面发射起飞后，依靠火箭发动机的庞大推力才能克服自身重力实现飞行，这一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燃料，火箭效率并不高。空中发射因为高空空气稀薄，飞行阻力低，加上飞机可为火箭提供初始速度，不需要从零开始加速，节省很多的燃料。其次，空中发射不仅省去了与火箭发射相关的昂贵设备和设施，而且将火箭运送至高空再进行点火发射，发射效率能提高不少，并且飞机能在补充燃料和检修后还可以重复利用，极大降低了单次发射成本。而且普通运载火箭发射活动容易受多种因素干扰，比如大风或雷雨天气，这些都会让发射计划被迫搁置。而 ROC 则可以直接将火箭带到气象平稳的平流层，有效规避各种不利因素影响。有想法、有技术、有钱，平流层发射公司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ROC 的首飞。为了挂载巨大的火箭，大鹏使用了双机身的设计，机身中间用于吊挂运载火箭，飞机的2个机身都有自己的尾翼来控制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平衡。动力装置为6台波音747客机使用的普惠 PW4056 涡扇发动机，单台推力250千牛，其翼展达到了117米。安225运输机的翼展也就 88.4 米。ROC 比之前的世界保持记录者 H4 水上飞机大了近20米，大也就意味着它重。ROC 自重达到了590吨，最大载重可达250吨，也就是说起飞重量可达840吨。而此前世界最大运输机安225的最大载重量也为250吨，最大起飞重量为640吨，起飞所需要的跑道至少要长达3657米，而一般的大型客机只需要2100米到2400米。由于双机身巨大的机身以及巨大的承载能力，大鹏能帮助有需要的私营太空公司将其火箭航天飞机先运到高空，然后再从那里发射进入近地轨道。设计人员在它的机翼中间安装了一个发射装置，可以悬挂一枚雷电3级运载火箭。只是 ROC 2019年首飞成功之后就没下文了，平流层发射公司的创始人挂了，公司也濒临倒闭。ROC 双体飞机成功首飞后就被无限期停飞，直到2020年被美国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博龙资本收购后，平流层发射公司才重新活跃。不过所有权的变更虽然研究的东西没有变，但是 ROC 开始转型为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空中发射平台，发射卫星啥的变成了次要的，重点放在了 Talo-A 高超音速飞机。决定使用 ROC 来释放无人驾驶的 Talo-A， 然后超过5马赫的速度飞行并自动降落在跑道上，主要用于高超音速飞行的不同方面的研究。
塔勒 A 是一种完全可重复使用、自主液体火箭驱动的6马赫级高超音速飞机，原名为 Hyper A， 后来被重新设计并重命名为塔勒 A， 长 8.5 米，翼展 3.4 米，发射质量约为2720公斤。塔勒 A 可以将仪器集成到机体中，以获得各种实验数据，也可携带多种实验载荷，能够携带定制有效载荷，以马赫数5以上的速度飞行，之后自动返回，在常规跑道上着陆。同时，该飞行器还能够借助其火箭发动机从传统跑道上自动起飞。这次用的是 TA-0， 并不是塔勒 A 的成品火箭动力版本。这个无动力版本算是一个测试飞行器，将用于评估和验证系统，看看 ROC 腹部的释放系统能不能用。就目前而言，已经成功了。到12月的时候就会进行分离测试。除了它没有引擎大小数据之外， TA-0 的信息并不多，具体用的是什么材料，该如何实现都属于机密。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12月测试成功，平流层发射公司下一步就是 TA-1、TA-2 这种自带动力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目标是一次运驾3载塔勒 A， 为特定的作战场景提供支持。那么 ROC 与塔勒 A 有什么用？在商业上的话，作用一眼就能看出来。虽说平流层发射公司的重点放在了高超音速飞行器上，但是 ROC 本来的研发目的就是发射卫星，其本身并没有变。比如塔勒 A 本来叫 Hyper A， 公司的重点变更之后才改的名字。Hyper A 采用推力可调的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完全由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自主研发，并在设计上采用了增材制造技术。而塔勒 A 则由一种吸气式液体火箭发动机提供动力，不需要携带机载氧化剂，算是火箭发动机与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组合形式。加上载重，其完全可以一种更便捷、成本更低的方式发射近轨道卫星。对于有卫星发射需要的小国或者商业机构来说，他们能够用更少的钱来做到以前依靠国营公司才能完成的事情。当然，这种高超音速飞行器与大型的空中航母在军事上的作用更大。ROC 未来的一个大客户将是美国军方。ROC 加塔勒 A 可以模拟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轨迹。高超音速导弹在沿大气层飞行时，结合了高速和机动性，想要防御很难。它的轨道、速度跟现有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常规导弹的模式完全不一样。因此，如果美国导弹防御局要研制针对性的拦截器，就必须首先研制能够模拟这种飞行轨迹的靶弹。没有现在的能够进行高超音速武器空中飞行试验的平台，实在有限。而塔勒 A 这种可重复使用的超高音速飞行器，就可以为美国的防御系统提供高超音速飞的数据。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二者本身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把 ROC 看作一个同流层监视器，或者说超视距雷达，彻底摆脱地球曲率的影响。毕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般来说，不管是陆基雷达还是海基雷达，受到地球曲面的影响，几乎很难探测到远距离目标。普通雷达的探测距离最大值都在40公里以内，而对空雷达则在地球曲率的影响下，很难探测到远距离的超低空目标。毕竟地球是个圆的，有弧度，雷达波又是直线运动的，经过40公里左右，就会因为地球的自弧而照不到弧湾下面的了。你在地面上不可能看到远处地平线以下的物体。绝大部分雷达的工作原理和眼睛很像，不能看到地平线以下的物体。而一般的超视距雷达是从电离层反射或折射回地球的无线电波的传播，利用的是空天反射，不受地球曲率影响，但是一般都重而且大，所以一般情况下，想要看得更远，那就需要更高。在地球曲率的影响下，雷达的探测距离和雷达本身的高度、目标的高度成正比，雷达位置越高，探测距离越远。目标位置越高，被雷达发现的距离就越远。比如战斗机的高度高，理论上战斗机的雷达探测远于军舰上的雷达。当然了，军舰雷达高度是有限制的，但目标的高度如果高，军舰同样能够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探测。所以舰载雷达虽然无法远距离探测到地球曲率对雷达所造成的探测盲区内的目标，依然能够探测到空中的目标，例如导弹、战斗机等目标。这也是为什么战斗机、反舰导弹、反舰巡航导弹都采取超低空袭击的方式来打击军舰了。
主要就是利用地球曲率对军舰雷达的探测距离的影响。不过，战斗机但受体积的限制，并不能安装大型的雷达天线。真正能够实现远程探测的是预警机，能够探测更远的距离。实现这个远距离的是个巨大的雷达天线，而 ROC 的载荷在那儿摆着，完全可以当做一个一个比预警机强 N 倍的雷达基站。在平流层检测，只要雷达性能跟得上，从日本上空能侦察俄罗斯的全境。其次，我们也可以把泰勒维看作一款能在地球轨道运行的无人侦察机，而且是挡不住的那种，起飞段速度就可达到6倍的音速。地面上的防空导弹和反导导弹在上升段都严重受到地球引力影响，速度都不快，等发现目标再去追，早已来不及了。即便是反导导弹能够飞到太空中，地面也可以及时向高超音速飞行器发送指令，让飞行器快速离开那个区域。等反导导弹抵达之后，飞行器早就跑了。除了泰勒维，平流层发射公司还打算开发一种更大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现在被称为 TALO-Z， 应该也就是泰勒维的放大版，定位于 MA-10级左右的大型飞机试验平台，翼展 10.9 米，总长 24.4 米，最大高度达150公里。预计在泰勒维投入使用后5年内进行首次飞行测试。如果测试顺利，也就意味着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的进度会上升一个大台阶。2018年，美国防部将高超声速技术列为首要优先事项。据不完全统计，美国超高声速飞行器重大科研项目至少包括6个高超声速导弹型号和演示验证项目，3个高超声速飞机技术验证项目，以及1个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载飞行器演示验证项目。导弹、飞机和航天运载器3大高超声速技术分支都有。2014年 ，DARPA 牵头了高超音速吸气式武器概念，也就是 HAWC 计划，现在的成果也不少。在2022年 ，DARPA 的 Glide Breaker 高超音速导弹拦截器计划宣布了，其将进行风洞和喷气机相互作用效应的飞行测试。洛马丁公司的 HAWC 高超音速吸气武器概念机以超燃冲压发动机为动力，达到了5倍音速，飞了327秒。现在能用高超音速导弹的俄罗斯算是比较先进的，也就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但之后美国的技术积累达到一定地步后，能把俄罗斯甩 N 条街。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ROC 和 TALO-A 的组合还有什么作用？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